为什么只有某些民族创造了文字，而其他民族没有？文字系统又是因为什么样的需求而产生的？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12章蓝图和借用字母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12章蓝图与文字借用。19世纪的作家们常把历史视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这个转变的主要标志包括农业、冶金、复杂技术、中央政府和文字。其中，文字在传统上受地理限制最深。在伊斯兰教和欧洲殖民者扩张之前，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赤道以南非洲和除中美洲一小部分地区外的整个新大陆都没有文字。因此，那些自诩为文明的民族总是将文字看作是他们优于野蛮人的最显著特征。知识就是力量，文字也赋予现代社会力量。文字能让知识传播得更准确、更大量、更详尽，它还能让知识传播得更远、更久。当然，有些民族，比如印加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也能管理帝国，而且文明的民族也并非总能战胜野蛮人。罗马军队在面对匈奴人时深知这一点，但欧洲人对美洲、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征服却为近代的典型结果提供了例证。文字与武器、病菌和中央集权组织并驾齐驱，成为现代征服的手段。君主和商人组织殖民舰队，他们的命令都是通过文字传达的。舰队通过前人绘制的海图和书面航海说明来确定航线。探险的文字记录描述了等待征服者的财富和沃土，激起了人们对后续探险的兴趣。这些记录还告诉后来的探险者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并帮助他们做好准备。由此产生的帝国也是通过文字来管理的。虽然所有这些信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里也能通过其他方式传播，但文字使其传播更便捷、更详尽、更准确、更可信。既然文字具有如此巨大的价值，为什么只有某些民族创造了文字，而其他民族没有？例如，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为什么没有发明自己的文字，也没有借用别人的文字？在岛屿帝国中，为什么文字出现在讲米诺斯语的克里特岛，而不是讲波利尼西亚语的汤加？文字在人类历史上独立产生了多少次？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又因何种需要而产生的？在那些发明文字的民族中，为什么有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早得多？例如，今天几乎所有日本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都识字，而大多数伊拉克人则不识字。但为什么文字在伊拉克出现的时间却早了近4000年呢？文字从其发源地向外传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为什么文字从新月沃地传播到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却没有从墨西哥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书写系统是通过手抄传播的吗？现有的书写系统是否启发了邻近民族去发明自己的书写系统？既然一种书写系统只适合一种语言，你又如何为另一种语言设计一种书写系统呢？如果人们想了解人类文化其他许多方面，如技术、宗教和粮食生产的起源和传播，同样的问题也会产生。但对文字这类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有一个优势，这些问题通常可以通过文字记载本身得到极其详尽的回答。因此，我们可以考察文字的发展，这不仅因为文字本身的重要性，更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对文化史普遍而深入的了解。书写系统的3种基本策略。书写系统有3种基本策略，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书写符号所代表的言语单位大小，一个基本音，一个完整的音节或一个完整的词。今天，大多数民族使用的是字母表。理想的字母表能为语言的每个基本音，也就是音素，提供一个独特的符号。
称为字母，但实际上，大多数字母表只有20到30个字母，而大多数语言的音素多于字母表中的字母，因此，大多数使用字母书写的语言，包括英语，不得不给同一个字母规定几个不同的音素。他们还会将字母组合起来，代表某些音素，比如英语中的 sh 和 s， 但在俄语和希腊字母中，则分别有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第二种策略是利用语标。语标是用一个书写符号代表一个完整的词，这是中文许多符号的功能，也是流行的日语书写系统的功能，也称为日语汉字的功能。在字母文字传播之前，大量使用语标的书写系统更为常见，这包括埃及象形文字、玛雅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第三种策略是本书大多数读者最不熟悉的，即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大多数这类书写系统称为音节文字，它们用不同的符号代表由一个辅音和后面的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例如 family 这个词的音节，他们还采用各种方法利用这些符号来书写其他类型的音节。音节文字在古代很常见，例如迈锡尼时代希腊的 B 类线形文字，有些音节文字至今仍在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用于电报、银行结单和盲人读物的假名。我故意把这三种方法称为策略，而不是书写系统。现行的书写系统没有一个是只用一种策略的。汉语文字不是完全由语标组成，英语文字也不全是用字母的。和所有字母书写系统一样，英语也用了许多语标，例如数字、美元符号、百分比和加号。这些任意符号代表整个词，但不是由语音要素构成。由音节组成的 B 类线形文字有许多语标，由语标组成的埃及象形文字不仅有一个包含代表每个辅音的独立字母表，还包括许多音节符号。文字的独立发明与传播，从头开始发明一种书写系统，其困难程度远超借用和改造一个书写系统。最早的文字记录者必须制定一些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们必须想办法把一连串的声音分解为一些言语单位，无论这些单位被视为词、音节还是音素，他们必须在说话时的音量、音高、语速、强调、词语组合和个人发音习惯等正常变化中，学会辨认相同的音或言语单位。他们必须决定书写系统应该忽略所有这些变化，然后他们还必须设计出用符号来代表语音的方法。在没有显示最终结果的样板作为指导的情况下，这些最早的文字记录者竟然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这项任务显然非常困难。历史上，人类完全依靠自己发明出书写系统的例子只有几次。两个无可争议的独立发明文字的例子是，稍早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以及公元前600年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字，还有不迟于公元前1300年的中国文字，可能也是独立出现的。从那以后，所有其他民族可能是通过借用和改造其他文字，或至少受到现有书写系统的启发而发明了自己的文字。我们研究最详尽的独立发明的文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书写系统苏美尔楔形文字。在这种文字定型前的几千年里，新月沃地的一些农业村落居民用粘土制成的各种简单形状的记号来计数，比如记录羊的头数和谷物数量。在公元前3000年的最后几百年中，记账技术、格式和符号的发展迅速，最终产生了第一个书写系统。这方面的第一个技术革新是把平坦的粘土刻写板作为一种方便的书写表面。开始时用尖器在粘土上刻画，后来这种尖器逐渐被芦苇杆做的尖笔取代，因为这种笔能在粘土板上画出整齐美观的记号。书写格式的发展包括逐步采用了今天普遍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惯例。文字应该整齐地排列在用直线画出的行列中。苏美尔人的文字和现代欧洲人的文字一样，都是横排的，一行行文字读起来应该始终顺着一个方向。
苏美尔人和现代欧洲人一样，都是从左到右的，以及在粘土板上逐行阅读应该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相反。然而，至关重要的改变是解决了几乎所有书写系统的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设计出人人同意的代表实际语言的明显符号，而不仅仅是不考虑发音的一些概念或单词。这一解决办法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苏美尔人以前的城市乌鲁克的废墟上出土的几千块粘土板上得到了非同寻常的证明。乌鲁克位于幼发拉底河上，在现今巴格达东南大约200英里处。最早的苏美尔文字符号是一些可以辨认的所指称对象的图形，如鱼和鸟的图形。当然，这些图形符号主要是由数字加上代表可见对象的名词组成的，由此产生的文本不过是没有语法成分的简短速记式流水账。慢慢地，这些符号形式变得更加抽象，尤其是在尖头书写工具被芦苇杆做的尖笔取代之后，将旧符号结合起来创造新符号，产生新的意义。例如，为了产生一个表示吃的符号，就把代表头的符号和代表面包的符号组合在了一起。最早的苏美尔文字由不表音的语标构成，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苏美尔语言的特有发音为基础的，它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发音来表示任何其他语言中的同一个意思。这就像数字符号4，讲英语的、讲俄语的、讲芬兰语的和讲印度尼西亚语的都有不同的发音。也许整个文字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苏美尔人采用了语音符号。开始时，他们借助代表发音相同但又可以画出来的名词的符号来书写抽象名词。例如，为公画出颗识别图形很容易，但为生命画出颗识别图形就困难多了。但这两种东西在苏美尔语里都发 t 音，因此一张公的图形可能表示公，也可能表示生命。解决由此产生的歧义的方法是加上一个叫做意符的无声符号，以表示拟议中的对象所属的名词类别。语言学家把这种决定性的创新称之为画谜原则，这也是今天构成双关语的基础。苏美尔人一旦偶然发现了这个语音原则，就开始将其不仅用于书写抽象名词，还用于其他许多方面。他们用它来书写构成语法词尾的音节或字母。例如，要为英语中的常见音节 tion 画一幅图可不容易，但我们却能为同音字 shun 画一幅示意图。用语音表达的符号也被用来拼写较长的词，称为一系列的画面，每个画面描绘一个音节的发音。这就好像一个讲英语的人在写 believe 这个词时，先画一只蜜蜂，再在后面画一片树叶一样。语音符号也使造字的人能够用相同的图形符号来代表一组相关的词，如 tooth、speech、speaker， 但要解决词义问题，就得加上一个语音表达符号，如为 to、each 和 pick 选择符号。因此，苏美尔文字最终成了一种复杂的组合，包含3种符号：语标，指称一个完整的词或名词；语音符号，实际用于拼写音节、字母、语法成分或词的部分；还有意符，不发音，只用于解决歧义问题。尽管如此，苏美尔文字中的语音符号远未达到完备的音节表或字母表的标准。苏美尔语有些音节没有任何书写符号，同一个符号可能有不同的发音，同一个符号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法，可以读作一个词、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除了苏美尔楔形文字，人类历史上另一个独立发明文字的无疑例子，可能来自中美洲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社区。有人认为，中美洲文字的出现与旧大陆的文字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古挪威人之前，新大陆的社会就已经同拥有文字的旧大陆社会有了接触。而且，从形式上来看，中美洲的书写符号也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的任何一种文字。已知的中美洲文字约有10几种，其中全部或大部分显然有亲缘关系，尤其是在他们的数字系统和历法系统方面，他们大多数仍然只是部分得到了破译。
目前，中美洲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字来自公元前600年左右墨西哥南部的萨布特克地区，但迄今了解最多的则是玛雅人居住的低地地区的文字，那里已知最早的文字记录的年代相当于公元292年。尽管玛雅文字是独立发明出来的，并且具有与众不同的符号形式，它的组成原则基本上类似于苏美尔文字，也类似于受苏美尔文字启发而产生的欧亚大陆西部其他一些书写系统。和苏美尔文字一样，玛雅文字也利用语标和语言符号代表抽象词的语标，通常是根据画密原则发明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抽象的词可以用代表另一个词的符号写出来，这个词发音相同，但具有一种不同但容易画出来的意思。和日本假名符号以及迈锡尼时代希腊 B 类线形文字音节表一样，玛雅文的语音符号多半是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符号。和早期闪语字母表中的字母一样，玛雅文的音节符号来自对所指称事物所画的图像，这个事物的发音就是以那个音节开始的。中美洲的文字与欧亚大陆西部古代文字的所有这些相似之处，证明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本普遍性。虽然在全世界的语言中，苏美尔的语言和中美洲的语言彼此并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但两者在将语言转化为文字方面都提出了一些类似的基本问题。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首创的解决办法，又在公元前600年隔着半个地球又被早期的中美洲印第安人重新创造出来。埃及、中国和复活节岛的文字是可能的例外，留待以后讨论。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明出来的所有其他书写系统，似乎都是从一些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这些书写系统或是将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加以修改后而为己所用，或至少是受到它的启发而自行创造出来的。独立发明出来的文字如此之少，一个原因是发明文字极其困难，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个原因是独立发明文字的其他机会被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以及它的派生文字抢先占据了。我们知道苏美尔文字的形成至少花去了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的时间。我们还将看到文字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由人类社会的几个特点组成的，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会认为文字有用，以及这个社会是否能养活那些专职的文字记录者。除了苏美尔的社会和早期墨西哥人的社会，其他许多人类社会，如古代印度的社会、克里特岛的社会和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也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然而，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碰巧分别是旧大陆和新大陆最早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人。一旦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发明出文字，他们的文字细节和原则会迅速传播到其他社会，这些社会不必再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进行造字实验，因此其他一些独立的造字实验的可能性就被取消或终止了。文字传播的两种方式，蓝图复制与思想传播。文字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传播，这两种方法在整个技术史上和思想史中都可以找到先例。有人发明了一样东西并投入使用，那么作为另一个未来的使用者，既然知道别人已经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原型并使其发挥作用，你又为何要为自己的使用而去设计相同的东西呢？这类发明的传播形式有一系列形式，形式的一端是蓝图复制，也就是对现有的一幅详尽蓝图进行复制或修改；另一端是思想传播，也就是仅仅接受基本思想，然后必须重新创造细节。知道这能够做到，就会激励你自己努力去干，但你最终的具体解决方案可能与第一个发明者的解决方案相似，也可能不相似。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历史学家们仍在争论蓝图复制或思想传播到底哪一个对俄罗斯制造原子弹的贡献更大。俄罗斯制造原子弹的努力是否决定性地依赖于间谍窃取后送到俄罗斯去的已经造好的美国原子弹蓝图，或者这仅仅是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启示最终使斯大林相信
制造这样的炸弹是可能的，然后由俄罗斯科学家重新创造出用于一项独立的应急计划的原则，而很少从此前美国的努力中得到相应的指导。对于轮子、金字塔和火药的发展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蓝图复制和思想传播是如何帮助书写系统传播的。今天，一些专业语言学家用蓝图复制法为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设计书写系统。这些根据特定需要设计的系统，大多数是修改现有字母表，尽管有些也设计了音节表。例如，一些身为传教士的语言学家通过修改罗马字母，为数百种新几内亚和印第安语言设计文字。政府的语言学家不仅为俄罗斯的许多部落语言设计了修改后的西里尔字母，还设计了修改后的罗马字母，后者于1928年被土耳其采用来书写土耳其语。有时，对于那些在遥远的过去依靠蓝图复制而设计出书写系统的人，我们也有所了解。例如，今天仍在俄罗斯使用的西里尔字母是公元9世纪时向斯拉夫人传教的希腊传教士圣西里尔通过改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字母而设计出来的。包括英语在内的语组和日耳曼语保存完好的最早文本是用乌尔菲拉斯主教创造的哥特文字母写的。乌尔菲拉斯是一个传教士，与公元4世纪与西哥特人一起生活在今天的保加利亚。和圣西里尔的发明一样，乌尔菲拉斯的字母表是从其他的来源借用的字母大杂烩，有大约20个希腊字母，大约5个罗马字母，还有2个字母或是取自如尼文字母，或是他自己创造的。更多时候，对于那些发明著名古代字母的人，我们则一无所知，但仍有可能将新出现的古代字母与以前存在的字母进行比较，并从字母的形式推断出是哪些现有字母被用作摹本。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肯定迈锡尼时代希腊的 B 类线形音节文字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克里特岛的 A 类线形音节文字改造而来的。将一种语言的现有书写系统作为蓝图，并使其适应另一种语言，在几百次这样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没有2种语言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原来的字母和符号有些被舍弃了，如果借出语言中的那些字母所代表的发音在介入语言中不存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芬兰语中没有其他欧洲语言用的 B、C、F、G、W、X 和 Z 所代表的音，因此芬兰人就从他们修改后的罗马字母中舍弃了这些字母。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相反问题，即设计一些字母来代表介入语言所有而借出语言所没有的一些新的发音。这个问题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得到解决。例如，利用一个由2个或2个以上字母构成的任意组合，如英语中的 th， 代表在希腊语和如尼语中只用一个字母代表的音，给一个现有字母加上一个区别性的记号，征用介入语言中用不着的字母，或干脆创造出一个新的字母。罗马字母本身就是长长的一系列蓝图复制的终端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字母显然只产生过一次，是在公元前第2个千年中，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半岛的这个地区内，是在说闪语的人当中产生的。历史上的和现行的几百种字母，追本溯源都来自闪语字母这个老祖宗。有些是思想传播的结果，但大多数则是通过对字母形式的实际复制和修改而产生的。字母的这种演化可以追溯到埃及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包含代表埃及语24个辅音的全套24个符号。埃及人没有采取在我们看来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即抛弃他们所有的语标、意符以及代表双辅音和3辅音的符号，而只使用他们的辅音字母。然而，从大约公元前1700年开始，一些精通埃及象形文字的闪米特人着手对这个合乎逻辑的一步进行实验，规定符号只能用来代表单辅音。这是将字母与其他书写系统区别开来的3大改革中的第一项。第2项改革是把字母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排列，
并给它们起一个容易记住的名称，从而帮助使用者记住这些字母。我们英语字母的名称多半是没有意义的单音节，但闪语字母的名称在闪语中是有意义的，它们都是代表人们所熟悉的事物的词。这些闪语词通过接头表音法与它们所涉及的闪语辅音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代表该事物词的第一个字母，也就是赋予该事物以名称的那个字母。此外，闪语字母的最早形式在许多情况下似乎都是那些事物的图像。所有这些特点使闪语字母的形式、名称和排列顺序容易记住。许多现代语言的字母，包括我们英语的字母，在3000多年后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只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一个小改变是，闪语和希腊语字母中的 G 变成了罗马语和英语字母中的 C， 而罗马人又在现在的位置上创造了一个新的 G， 导致现代语言字母的第3项，也是最后一项改革是规定了元音。在闪语字母的早期，已经有人着手试验书写元音的方法，他们或是另外加上一些小字母来表示特定元音，或是在辅音字母上加上点、线或勾。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成为第一个系统地使用代表辅音的那些字母来表示全部元音的民族。希腊人通过征用腓尼基语字母中的5个字母，用来代表希腊语所没有的一些辅音，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元音字母。文字演变的一条路线是对这些最早的闪语字母进行蓝图复制和逐步修改，从而发展成早期的阿拉伯字母，再进而发展成现代的埃塞俄比亚语字母。还有一条重要的多的路线是经由用波斯帝国官方文件的阿拉姆语字母演变为现代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度语和东南亚语言的字母。但欧洲和美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一条演变路线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经由腓尼基人到达希腊人，在同一世纪内又从希腊人到达伊特鲁斯坎人，又过了一个世纪到达罗马人。罗马人的字母稍经修改就成了英文字母。由于精确和简洁相结合的这种潜在优点，字母如今已在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得到采用。思想传播的独特案例，虽然蓝图的复制和修改是传播技术最直接的选择，但有时这种选择不一定能够得到。蓝图可能被隐藏起来，而且非专业人士也不一定能读懂。对于在远处某个地方发明了某个东西，人们可能有所耳闻，但详细情况则可能无从知晓。也许所知道的只是这样的基本思想：某人以某种方法成功地取得了某种最终成果。然而，知道了这一点，可能就是通过思想传播去启发别人，设计他们自己取得此种成果的途径。文字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820年左右，阿肯色州一位名叫塞奎亚的印第安人，为了书写切罗基语，进而发明了音节文字。塞奎亚注意到白人在纸上做记号，并且用这些记号来记录和复述长篇讲话，能得到很大方便。然而，这些记号的复杂作用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因为同1820年前的大多数切诺基人一样，塞奎亚是个文盲，对英语既不会说也不会读。因为塞奎亚是个铁匠，他开始时发明了一种记账法，帮助他记录顾客的欠账。他给每个顾客画一幅画，然后他又画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圆圈和线条，来表示所欠款项的数量。1810年左右，塞奎亚决定为切罗基语设计一种书写系统。他再一次开始画图，但由于画图太复杂，在艺术上要求太高，就放弃了。接下来他为每一个词发明一些单独的符号，但在他创造了几千个符号仍然不够用时，他又觉得不满意了。最后，塞奎亚认识到，词是由一些不同的声音组成的，这些声音在许多不同的词里反复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节。他开始时设计出的200多个音节符号，又逐步减少到85个。大多数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组合。一位小学老师给了塞奎亚一本英语单词拼写课本，他于是就用这本书来练习抄写字母，这些字母也就成了他的符号的一个来源。他的切罗基语音节符号
大约有20几个直接取自英语字母，当然意义完全改变了，因为塞奎亚并不知道它们在英语中的含义。例如，他挑出 D、R、B 和 H 这些符号来分别代表切罗基语中的音节 A、E、S 和 N， 而数字4这个符号则被借用来表示音节 SE。 他把一些英语字母加以改变，从而创造出其他一些符号。还有一些符号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创造。塞奎亚的音节文字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普遍赞赏，因为它非常切合切罗基语的发音，同时学起来也很容易。在很短时间内，切罗基人几乎100%地学会了这种音节文字。他们买来印刷机，把塞奎亚的符号铸成签字，并开始印起书报来。切罗基文字始终是关于思想传播产生文字的得到最充分证明的例子之一。我们知道，塞奎亚得到了纸和其他书写材料，得到了关于书写的系统的思想，利用不同符号的思想，并得到了几十种记号形式。然而，由于他对英语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所以他不能从周围现有的各种文字中得到关于造字的细节，甚至也得不到关于造字的原则。虽然他周围语言的字母都是他所不了解的，但他却在不知道3500年前克雷泽岛已经创造出另一种音节文字的情况下，独立地重新创造出一种音节文字。塞奎亚的例子也可以用来说明思想传播如何可能导致古代许多书写系统的产生。公元1446年，朝鲜李朝国王世宗为朝鲜语设计的谚文字母，显然受到了中国方块字的启发，同时也受到了蒙古和西藏佛教经文的字母表音原则的启发。然而，世宗国王创造了谚文字母的形式和它的字母几个独一无二的特点，这包括用音节把字母组成方块，用相关的字母形状来代表相关的元音或辅音，以及用描写嘴唇和舌头位置的辅音字母所特有形状来发那个辅音。从公元4世纪左右起，在爱尔兰和说凯尔特语的不列颠部分地区使用的欧干字母，同样采用了字母表音原则。虽然此时已经有现成的欧洲字母可以采用，但也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字母形式，而这种形式显然是以手势语的无指法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谚文字母和欧干字母的出现归因于思想传播，而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独立创造，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社会与拥有文字的社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同时灵感得益于那些外国文字也显而易见。相比之下，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最早文字归因于独立创造，因为在它们首次出现时，在它们各自所在的半球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可以给它们以启发的其他文字。仍然有争论的是复活节岛、中国和埃及的文字起源问题。生活在太平洋中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字保存完好的最早样本只可追溯到公元1851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人于1722年到达该岛之后很久。也许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文字就已在复活节岛独立出现了。虽然没有任何样本保存下来，但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不妨相信一些事实。假定1770年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向复活节岛居民递交了书面并吞声明，正是看了这个声明才促使岛上居民去发明一种文字。至于中国文字，最早有实物证明的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也有可能还有更早的。中国文字也具有本地独有的符号和某些组合原则，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早期城市中心以西4000英里的苏美尔发展起来，并在不迟于公元前2200年时，在这些城市中心以西2600英里的印度河河谷出现。但在印度河河谷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没有听说过存在早期书写系统，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中国最早的文字发明者已经知道了其他任何可以给他们以启发的书写系统。在所有古代书写系统中，最著名的埃及象形文字通常也被认为是独立创造的产物。但如果认为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不同是思想传播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象形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以几乎完全成熟的形式相当突然地出现。埃及在苏美尔西面仅仅800英里，埃及和苏美尔也一直有贸易往来。让我感到可疑的是，竟然没有关于象形文字逐步发展的证据流传下来。尽管埃及的干燥气候可能有利于保存更早的文字实验成果，尽管苏美尔同样干燥的气候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产生了关于苏美尔楔形文字发展的丰富证据。同样可疑的是，在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出现之后，又在伊朗、克里特和土耳其出现了其他几种显然独立设计出的书写系统。这些分别是所谓的原始埃兰语文字、克里特象形文字、赫梯象形文字。虽然这些书写系统的每一种所使用的一套特殊的符号都不是从埃及或苏美尔借用的，但发明这些书写系统的民族几乎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临近贸易伙伴的文字。如果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了几百万年之后，所有这些地中海和近东社会在彼此相距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内，碰巧各自独立地偶然想到发明文字这个主意，这可能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巧合。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思想传播，就像塞夸亚的情形一样。也就是说，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经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发明文字的思想，可能还了解了某些造字原则，然后他们又为自己发明了另外一些原则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文字出现的限制与社会条件。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始时的那个主要问题：为什么文字在某些社会出现，并向某些社会传播，但不向其他许多社会传播？我们讨论的方面起始点是早期书写系统的有限容量、有限用途和有限使用者。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确或复杂难懂，或三者兼有。例如，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还不能连缀成文，而只是一种电报式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词汇只限于一些名字、数字、测量单位、代表数过的物件的词，以及几个形容词。这情形就好像一个现代的美国法院书记员，由于英语里没有必要的词和语法，无法写出我们命令约翰把前政府的27头肥羊交来这样的话，而只能写成约翰27头肥羊。后来，苏美尔楔形文字能够写出散文来，但也显得杂乱无章。正如我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它是语标、音符和总数多达几百个不同符号的不发音一符的大杂烩。迈锡尼时代的希腊 B 类线形文字至少要简单一些，因为它根据的是一种大约有90个符号和语标的音节文字。和这个优点相比， B 类线形文字的缺点就是很不明确，它把词尾的辅音全部省略，并用同一个符号来代表几个相关的辅音。我们知道，如果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连 I 和 R 都分不清就去讲英语，那会使我们感到多么莫名其妙。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字母把我刚才提到的其他一些辅音也同样类同起来，那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一个相关的限制是，很少有人学会书写这些早期的文字，只有国王或寺庙雇佣的专职文字记录者才掌握关于文字的知识。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除了宫廷官员中很少几个骨干分子外，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中，还有谁使用或了解 B 类线形文字？由于 B 类线形文字的各个抄写员可以根据他们留在保存下来文件上的笔记区别开来，我们可以说，科诺索斯和派洛斯宫殿保存下来的用 B 类线形文字抄写的文件，分别出自仅仅75个和40个文字记录者之手。这些简略、笨拙、不明确的早期文字的使用，同他们的使用者人数一样，都受到了限制。任何人如果希望发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注定要失望的。最早的苏美尔人文本只是宫廷和寺庙官员所记的一些毫无感情的账目。在已知最早的乌鲁克城苏美尔档案中，大约 90% 的刻写板上都是神职人员记下的采购货物、工人配给和农民产品分配等事项。只是到了后来，随着苏美尔人从语标文字逐步过渡到语音文字，他们才开始写作记叙体散文，如宣传资料和神话。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
甚至没有达到写作宣传资料和神话的阶段。在科诺索斯宫殿出土的全部 B 类线形文字刻写版中，有1/3是关于绵羊和羊毛的账目，而在派洛斯宫殿发现的绝大部分文字记录的都是亚麻。B 类线形文字本来就不明确，所以始终只用来在宫廷中记账。由于有上下文和选词限制的关系，解读起来是很清楚的，所以这种文字用于文学创作则无迹可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不识字的行吟诗人为不识字的听众创作而传播开来的，直到几百年后才随着希腊字母的发展而建筑文字。同样的使用限制也是早期埃及、中美洲和中国文字的特点。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记录了宗教和国家的宣传材料，以及官员们的账目。保存完好的玛雅文字也同样专门用于宣传记录国王的生辰、登基和战争胜利，以及祭祀的天象观测结果。现存最早的商代晚期的中国文字被用来为朝廷大事占卜吉凶，卜辞就刻在所谓的甲骨上。一个商代文字的样本是：国王在识读列文的意思后说，如果这孩子是在庚日出生的，那将非常吉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早期的书写系统是那样不明确，使得文字的功能大受限制，只能为少数文字记录者所掌握，那么拥有这些文字的社会为什么会容忍这种情况？但提出这个问题，正好说明了在普及文字方面，古人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的限制是蓄意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发明不那么含糊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文字记录者用来记录应完税交纳的羊的头数，而不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正如人类学家克鲁德·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那样，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非专职人员个人使用文字只是很久以后的事，因为那时书写系统变得比较简单，同时也更富于表现力。例如，随着公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时代希腊文明的衰落，B 类线形文字不见了，希腊重新回到了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文字在公元前8世纪终于又回到希腊时，这种新的希腊文字，它的使用者和它的用途已经十分不同了。这种文字不再是一种夹杂语标的含义不明的音节文字，而是一种借用腓尼基人的辅音字母，再加上希腊人自己发明的元音而得到的改进的字母文字。希腊的字母文字代替了那些只有文字记录者看得懂，只在宫中阅读的记录绵羊头数的账目。从问世那一刻起，就成了可以在私人家中阅读的诗歌和幽默的传播媒介。例如，希腊字母文字最早保存下来的例子是刻在大约公元前740年的一只雅典酒罐上的一行宣布跳舞比赛的诗句：舞姿最曼妙者将奖以此评。第二个例子是刻在一只酒杯上的3行洋溢一格6步韵诗句：我是内斯特的酒杯，盛满了玉液琼浆，谁只要飞快地喝上一口，头戴花冠的阿佛洛狄特会使他的爱欲在心中激荡。现存最早的伊特鲁里亚和罗马字母的例子也是酒杯和酒罐上的名，只是到了后来，字母这种容易掌握的个人交际媒介才被用于公共或官方目的。因此，字母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与较早的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正好颠倒过来。早期文字在使用和使用者方面的限制表明，为什么文字在人类进化中出现得如此之晚。所有可能的文字独立发明和所有早期对这些发明出来的书写系统的采用，都涉及社会等级分明、具有复杂而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的社会。这种社会与粮食生产的必然联系，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专职官员。这些官员是由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出的多余粮食养活的。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因为他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一套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来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须的生育粮食。因此，粮食生产和采用粮食后的几千年的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演进，同对于引起人类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他们各自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虽然粮食生产是这样成为文字演变或早期文字采用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本章开始时，我曾提到，有些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已有复杂的政治组织，但在现代之前并未能发明或借用文字。我们现代人习惯于把文字看作是一个复杂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这些例子一开始就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例子还包括到公元1520年为止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南美的印加帝国。这些例子还包括汤加的海洋原始帝国、18世纪晚些时候出现的夏威夷王国、赤道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西非地区，在伊斯兰教来到前的各个国家和酋长管辖地，以及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一带北美最大的印第安社会。尽管所有这些社会也具有产生文字社会的那些必备条件，但为什么他们却未能获得文字呢？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之所以获得文字，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社会借用，或是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而发明出文字，而不是靠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在粮食生产方面比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起步晚。如果假以时日，这些没有文字的社会也可能最终靠自己的力量发明出文字来。如果他们离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更近一些，他们也会从这些中心得到文字或关于文字的思想，就像印度、玛雅和其他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一样，但他们距离那些最早的文字中心太远了，所以没有能在现代之前获得文字。这种孤立状态的重要作用对夏威夷和汤加是极其明显的。这两个地方与最近的有文字的社会隔着重洋，相距至少有4000英里之遥。另一些社会则证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乌鸦飞过的距离不是人类衡量孤立状态的恰当尺度。安第斯山脉、西非的一些王国和密西西比河口与墨西哥、北非和墨西哥的有文字社会的距离分别只有大约1200英里、1500英里和700英里。这些距离大小远小于字母在其发明后的2000年中，从发源地沿地中海东岸到达爱尔兰、埃塞俄比亚和东南亚所传播的距离。但人类前进的脚步却由于乌鸦能够飞跃的生态障碍和水域阻隔而慢了下来。有文字的北非国家和没有文字的西非国家中间隔着不适于农业和城市的撒哈拉沙漠。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同样把墨西哥南部的城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酋长管辖地分割开来。墨西哥南部与安第斯山脉地区的交通需要靠海上航行，或经由狭窄的森林覆盖的从未城市化的达里安地峡的一连串陆路联系。因此，安第斯山脉地区、西非和密西西比河河谷实际上就与有文字的社会隔离了开来。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就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西非最终接受了撒哈拉沙漠另一边新月沃地的家畜，后来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包括阿拉伯文字。玉米从墨西哥传播到安第斯山脉地区，又比较缓慢地从墨西哥传播到密西西比河河谷。但我们在第10章已经看到，非洲和美洲内的南北轴线和生态障碍组织了作物和家畜的传播。文字时引人注目地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12章蓝图和借用字母，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